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遍布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雨水成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火光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家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一定让你充满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就在前面了。前面那间牛肉汤啊，很有名的嘞。每天早上看到很多人排队买拉西罗嘛，买贵的。要不是阿婆身体不好，她也不想顶出去的。阿婆，孙嫂，你来啦，要不要吃点东西？不用了，拿喝咖啡吧，不用客气了。我要狗皮哦。哎，你要什么？不用啦。你孙嫂，你真的不要啊？不用跟我客气哦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今天我是带我大伯来看你的摊位的。咖啡啊，一杯。他就是大医生的哥哥啊。是啊，大哥啊，就是这个摊位了，你看一看，满意的话就顶下来做。哇，这摊位很小嘞。哎，你要顶多少啊？我们不是说好35千吗？35千，哇，这么贵呀！哇，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摊位要35千，这样你不会赚到笑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的？人家出我38千叫我顶，我都不肯。我们这里生意真的是很好的。生意好又怎么样？哎，卖贵嘞，要卖到什么时候才赚回35千？哎，我弟弟人好才会给人家吃哦，我才没有这样笨呢。你说什么？我吃你？那你就去，不要来给我吃，走。阿婆，不必哦。花主干，你告诉他，是不是有人出38千叫我顶给他？是啊，那个人还来了好几次。从35千出到38千，可是阿婆都不肯出让，哎，don't play play。听到没有？阿婆，你不要生气，我大哥不是这个意思的。我来了。怎么？过来了。哎呀，怎么啦？神经病啊你，想到就讲。35千真的很贵吗？医生嫂，你叫他不要说那么多，喝了隔壁就走。阿婆，你不要生气，这样吧，我过去劝劝他。大哥啊，在新加坡就是这样的，生意好的摊位很多人都在抢。佳琪一定是看准这个摊位有钱赚，所以才叫你来做。我才不相信能够赚到什么钱！哎，你看现在一个顾客都没有。阿婆要收摊了，你看那东西都已经卖得7、8、8了。35千呢？哎，不如给我拿去做其他生意啦。不行，要你就顶下这个摊位做鸟耳糕生意。不要的话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哎，这是佳琪给我的嘞。什么佳琪给你的？有志气点好吗？那是佳琪的钱呐，以为给你乱花的？什么乱花？我都说拿去做生意了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信任你。哎，那是佳琪的钱呢，又不是你的钱。佳琪不在，就是我做主。哦，你以为我变崩啊？35千而已吗？你拿去咯。站住！站住！你到底知不知道人家在关心你的？你不要这样大声喊人呐！你看，人家已经在看了啦。我都不怕人家说我泼妇骂街，你怕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佳琪到了阿富汗后，还在问你顶了摊位没有？他一面我的第一句话不是问我好不好，而是叫我提醒你做生意千万不要得罪客人。我能说什么？难道要我告诉他你被人家砍到进医院了？还是我告诉他你现在卖鸟耳糕没钱赚了？他一心一意想帮你，
可是你看看你自己的态度，你教教我该怎么说？好了啦，说够了没有？没有。还有妈，你以为他真的不关心你吗？他把你赶出去，他就不难过吗？那是因为你一次又一次的伤他心，一次又一次令他难过，他才对你绝望的。妈年纪大了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你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可以让他安下心来？嘘，嘘什么嘘？我都还没说完。大家都希望你能好好做点小生意，即使美丽也特地拿假来陪你。可是你把大家的好意当成是什么了？还有那3万5，你以为我想吃掉吗？即使吃掉啊，那也是我丈夫的钱，不是你的钱。我干嘛受你这样的气啊？我受够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的话就这么多，你自己想清楚。要做的话，你再打电话给我。美丽，我先走了。你看你啦，有一个这么好的弟弟啊，还有一个这么好的弟媳妇啊，却这样对人家，真的是好心没有好报。连我这个外人看到啊，都想掴你一巴掌了。OK 啦，说够了没有啦？喂，你要去哪里？你没有看见人家在看咩？怎么给你人骂没有面子啊？人家如果不是关心你啊，连骂都懒得骂啦。走啊！又做什么啦？给我回去！给我回来了！阿伯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再谈谈好吗？不用谈啦，我看他这副懒骨头啊，不要做坏我的摊位。大医生的人那么好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哥哥啊？吃亏啊，不要出声了。阿伯，你不要管他这个人的，他就是这样，喜欢乱说话、乱放屁的。摊位我们要了，你不要顶出去，明天我们拿钱过来给你。吃亏！你是他的不？你看起来就本事多了，不像你阿劳啊，一看就是假撩逼。我告诉你哦，我不是有钱就把摊位顶出去的啊。像他这样啊，一定会把我摊位的名声做坏。就是他出100千啊，我也不会把摊位顶给他的。我明白，我知道你很多老顾客，不可以让他们失望吗？对不对？是咯，你会讲这样的话，就是做生意的料。我给你做，我很放心。不过你是不是他的 boss？ 哦，是，我是他的 boss。吃亏了。老婆，想念我吗？是不是忍不住想看看我呢？别急，别急，我特地拍了一张写真送给你的。今天我们就要告别这个小镇，深入山区了。那里没水没电，所以恐怕有好几天不能和你通讯了。我回到小镇后，即使10天没冲凉，浑身发臭啊，也一定先打电话给你。没有我的日子，记得好好照顾自己。再见。佳琪，我好想你。你才走了2天，我就很想你了。这2晚一直睡不好，忽然很怀念那张会发出声音的床。我多希望你现在就出现在我的眼前。进来。嗨，嗨。我是来接受你们财经节目的访问。哦，录影完了吗？刚录完了。什么时候播？我想看。这个星期6。你这大总裁肯定有很多惊天动地的言论吧？主持人问我有些什么嗜好，我就告诉他说我喜欢自拍裸照。我的天哪！敢于面对自己，那是一种自信的表现。如果一个人呐，连面对自己的身体都没有信心的话，那怎么去管理一间大公司呢？照日子推算，应该有2个月了。医生，你确定吗？请坐。可是我们一直都有避孕的。那是上天赐给你们的。
多希望现在等着我的人是你。这个消息，我一定会让你第一个知道。怎么样了？医生怎么说？没事了，老毛病，胃不好。刚才不好意思啊，拖到你整身。没关系，我还以为是我刚才说的话太恶心了。是真的很恶心啊，所以麻烦你打电话给导播删掉那段话。怎么样？还有胃口吗？有啊，我好饿啊。那就好，一块吃饭吧。不行啊。不是吧？难道结了婚以后就不会跟异性朋友吃顿饭了？不是，今天是我妈咪生日，好巧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今天是个好日子。Thanks God。那我先走了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他结了婚以后，更加有魅力了。妈咪，你有了 Morgan 就忘记有这个女儿啊？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这2天我很寂寞哦。你还去意大利听歌剧啊？你现在是庆祝生日还是度蜜月啊？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等你回来告诉你啊。不行，我不想刺激你。那好吧，好好的过你的生日，早点回来啦，拜拜。妈咪一向不认老。要是知道当外婆，肯定会尖叫。啊？哎，今天这么早啊？又偷懒了。哇，雅西啊，你的工作很自由的哦。他做到3更半夜的事儿，你都没有看到。雅西啊，要不要先喝一碗汤？好啊，我有点饿啊。我讲盛一碗汤给雅西。哦。你呀，一定是胖到连午餐都没吃饱。不是啊，我午餐吃很多的。哎，对了妈，大哥已经决定顶下那个摊位，明天我会去下定的。看错没？那要多谢一个人了。谁？美丽。哦。原本大哥还嫌这个嫌那个，连我都受不了，忍不住骂了他一顿。啊，连龙哥你都敢骂？该骂。后来美丽打电话给我，说大哥接受了。我觉得美丽对大哥啊挺有办法的。美丽这个女孩子有机灵有本事，做起事来又勤快。要是贾蓉能跟她在一起啊，我当然是开心了。那到时你就可以放心把快乐鱼交给他们了。不知道美丽啊看不看得上他哟？对了，二姐没有打电话回来，他们的官司好像今天下判了。没有啊，今天一天都在法庭上啊，所以2个小孩放了学啊，都放到这里来啊。哎呀，淑慧，别再打了，从2点讲到4点，你以为这样打法不用花钱吗？阿妈，2小时没什么的了。他最长的记录是早上9点讲到下午5点。啊？早上9点讲到下午5点，上班讲到下班，什么电话电池那么好，可以讲那么久啊？那还不容易，一边充电一边讲喽。哦，这样讲法，电话费还得了啊？不多啦，2000多块而已。2000多块算不多啊，我薪水都没有那么多啊。那就是你笨哦，赚那么少钱。金宝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？赚钱呢，可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啊！淑慧，别再说了 ，Leave me alone。阿妈，她在跟她的男朋友讲话，你吵她，她会跟你翻脸的。年纪这么小，交什么男朋友？哎，淑慧，不准说了，把电话给我。喂，喂，阿妈，喂，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还要问你是谁呀？哎呀，阿妈，还给我啦 ！Hello。阿妈，你 respect 我一下好不好？淑慧，你年纪这么小，交什么男朋友？不要给人家骗啦！阿妈，你很 idiot 嘞！Lana, my language。这句话我会听，idiot就是白痴。你讲阿妈是白痴对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，I mean don't be so idiotic， 不要这样傻吗？跟男孩子讲话都没有犯法。连排序都有打电话给他的女朋友 ，OK？ 啊？这个，哇，你也有个分啊？那有什么奇怪？你比我厉害的。啊不然？那你看都不用大惊小怪的。
你们在家里怎么做，阿妈没看见就算了，可是在阿妈这里就不行。你讲阿妈老古董也好，白痴也好，总之不准。等我走了。不准出去。哇，你们给我一点自由好不好？你妈咪啊，把你们放在这里就是阿妈的责任，阿妈要看住你们，哪里都不准去。哪里都不准去，我现在又不是捉奸佬，开玩笑。娜娜，跟我上楼，别说了，走了。可是现在是阿妈不讲道理。好了，别说了，上楼去了。你看看，13、14岁就这样花钱啊，以后还得了啊？钱花了也就算了，还交男朋友，真是可怕。对啊，现在的孩子哦，越来越可怕嘞。不久前新闻还报道一个14岁的女孩子哦，在网上卖淫嘞，跟7、8个男孩子哦，进行不道德的交易啊。后来啊，又告这些男的，结果害这些男的去坐牢了。那些男人也是咎由自取，活该受罚的。小孩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，都是做父母的责任。以前呢，说孩子多没时间管教，那现在大部分都是小家庭，做父母的还没有时间管教。这个佳玉跟耀祖太放纵孩子了。二姐他们最近忙着打官司，所以没时间管孩子嘛。他们来了，二姐姐夫。好的。怎么样？法庭判的怎么样？现在休庭，等候判决。那你们怎么回来啦？我看这场官司我们输定了，所以就刘律师在法庭上听判决，我们先离开，免得到时输了还要看人家得意的脸色。怎么那么悲观？就是说嘛，我倒认为不一定会输的。Please 啦，你面对现实好不好？不要再存幻想了。你记得吗？我上一次不是跟你说过，他们在中国找到那个证人？对啊，你说那个证人中风啊？对呀，今天早上我在法庭上看到他了。Oh my god！ 我一看吓了一跳，他嘴巴都歪了，走路还要人家扶的，2只手还抖啊抖啊抖个不停。我还很黑心暗地里高兴说：哈，你看他半条人命都不见了，看你待会怎么做供。哈，怎么知道他身体中风，头脑就清醒的不得了啊！我的家什么时候立遗嘱？立遗嘱的时候我家讲过什么，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啊 ！Oh my god！ 我就不相信他有那么生气，肯定是有人叫他这么说的。你们也知道了，他弟弟那个老婆是律师，肯定会知道我们的律师会问他些什么，一定是预先教了他怎么说。那法官也不一定相信了嘛。问题是我们这个做辩方听了都信了80%，你说法官会怎么想？他什么证据都有，连录像带都带出来了，你说我们哪里还有胜算？哎呀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你忘了阿公替我算过命，说我命好。Please 啊，黄耀祖，不要整天把这句话挂在口边好不好？你不如哪怕锄头去外面挖挖地。挖地干嘛？你既然那么 lucky 那么幸运，看能不能挖出一箱黄金喽？耀祖啊，先做好最坏的打算也好。如果事情啊真的来的话，也不会慌了手脚啊。哦，这场官司打下去的话，不知道要花多少钱。哎，律师已经帮我们算过账了，律师费、堂费啊，还有加那些大大小小的费用，至少要20万。如果还要帮对方付1半的堂费的话，哈，那至少要超过30万了。哇，30万啊！我看我这一辈子都赚不到那么多钱呢。如果你要害一个人的话，好吧，最好跟他打官司。律师打电话来了，律师打电话来了。喂，怎么样了哈 ？OK， 哦，知道了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律师说宣判了。哎呀，到底怎么样？我们输了啦！我们输了，我们就快无家可归了啦！妈咪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们的屋子给人家拿走了，我们连屋子都没有了，我们没有地方住了啦。没关系啊，那我们也可以去住hotel啊。是啊是啊，先住hotel也是办法。哎呀，我的头突然有点晕了。哎呀，二姐，你千万不要倒下去，这个家需要你啊。是啊，你倒了，一家大小怎么办？只要你们大家身体好好的，再大的风浪也可以挺过去的。雅西啊，带佳宇到楼上休息吧。哦。别想太多，来，医生。二姐。二姐啊，要不要去房间躺一躺？不用，没事，你们不用扶我。哎呀，我只是想到刚才那些人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，我全身的血都往头上冲。老婆，你千万要保重身体，
那钱跟屋子可以赚回来的，身体不能垮，一垮就赚不回来了哦。你放心，老婆死不了，我还要跟你一起挨日子。什么事啊？二姐他们的官司输了。输了？那他们房子不是要交出来了？啊，我早说过了，不好打官司，私下和解不是好咯？给30-40万，什么事情都解决了。你讲什么风凉话？人家会那么好吗？有30-40万的房子不要，要你的30-40万来干什么？话不是这样讲，有谁能够担保自己一定打赢官司呢？而且打官司不用钱呐，那要是不用花钱，也有30-40万拿，谁不要？真的是头脑简单啊！人家弟弟的老婆是律师啊，你以为那么容易应付啊？律师又怎么样？现在满街都是小律师啊，你以为他们会飞有翅膀啊？大姐，让二姐好好休息。我是在关心她嘛。关心？我看你是开心才是真的。喂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吗？你不是最希望看到我们整家人 bankrupt 破产一无所有的吗？我哪有这样讲？喂，你不要打输官司，跟我发脾气，把我当出气筒啊！要不是你的话，我们即使没有屋子，也不会搞到走投无路啊！二姐，算了。雅喜，你不知道的，我们今天真的走到绝路了。店屋被烧了，租金没有了，现在连 insurance 都 claim 不到。他的那些兄弟还要跟我们打另外一起官司，争那块店屋的地，他们已经申请了禁收令啊！我们现在卖地都不行了，剩下的一点点钱，好还律师费，好还堂费，还要应付接下来的官司，我这次真的不死都难了。如果今天搞到我们这个样子是外人，我没有话说。可是今天是自己人啊，是自己人不让我们活啊！喂，你这样是在讲我啊！你不要在那边喊穷啊！这几年来你没有存500-600万，我打死都不信。你讲来讲去还不是怪我没有跟你们买活险，要我负责任赔你每笔钱才甘心。大姐，我求你行行好，不要再说了好不好？我们不用你赔，你不用还好了。你以为口水很多啊？我懒得理你们啦！好心没有好报。没事。二姐，看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应变计划了。真的是要好好计划一下。兰娜，你们家里出事了，你还有心情在这里玩 SMS？ 你到底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？知道，官司打输了，我们就快要被赶出去了喽。那你们一家人要去哪里住啊？那不是我能操心的。兰娜，你们现在环境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店屋烧了就少了租金的收入，打官司需要花钱，如果连房子都没了，就必须要买房子或租房子，这些都需要花钱的。你要节省一点，不要老是讲电话，一讲就讲几个小时，你哪来那么多话讲啊？怎么会没有呢？我倒觉得奇怪，你怎么老是不说话的？说那么多废话要做什么？人的嘴巴就是生来说话、吃饭、kiss。好了好了，你的歪理就是特别多，我不想跟你争。可是你也要想一想啊，你每个月2000多块电话费真的是太过分了。你老大不小了，你应该为自己想一想啊。小姨，你们要骂我的时候就说我小，让我负责任的时候就说我大，那我到底是大还是小呢？我说不过你啊。总之啊，你要替你爸爸妈妈好好的想一想啊。不用担心啦，他们有钱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妈不是说你们很惨的吗？她是故意的。如果我们没有钱的话，我daddy啊怎么会去玩女人？啊？兰娜，帮我洗菜。兰娜，你过来。什么事啊，妈咪？妈咪叫你过来。什么事啊？黄淑慧，你要妈咪叫你多少次？小姨怎么办？去吧，说话小声一点。妈咪，什么事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次。我不记得了。我跟你说哈，妈咪今天一肚子气，你不要再惹我了。我刚才真的没有说什么。Please don't test my patience， 你不要挑战我的耐性。好啦，我说了，刚才我说 ，Daddy 外面有别的女人。对对对，妈咪就是要听你这句话。
我只是随便说说的。随便说说，好啊，那你就这样随便说说看，为什么你会随随便便这样子说？你要我怎么说？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好，你慢慢想啊，妈咪陪你慢慢想啊。如果你要去厕所，妈咪也陪你去厕所；你要大便，妈咪也陪住你。Disgusting！ 好了，我说了，上次Daddy在上海的时候，他酒店房里有另外一个女人。佳宇，你不要叫我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跟我在一起太久了，觉得腻了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那你的意思就是纯粹想玩，纯粹想搞女人哦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的。不知道？天哪！你有没有比这个更滑稽的答案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很贱哦？是，我是贱啊，我受不了诱惑，我对不起你。你现在讲这些有什么用，王耀说？我今天真的受够了。我们打输了官司，变成一无所有，我一点渊源都没有。你竟然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炸弹！你好啊，你好啊，王耀祖，你对得起我。佳玉，是我不好，我对不起你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他吸引住了，他真的很热情。人家要你的钱，当然对你热情了。哎，你在干嘛？你跟我说，你去给 money to the beach， 那50万你是不是给了那个烂女人？人家说男人有钱会作怪，我以前不相信，我一直相信你，虽然从来没有控制你的钱。你今天竟然这样对我，你竟然那么阔气，用50万来挖你个烂女人！不是啊，我是拿去投资啊。投什么资？啊？你投资在那个烂女人身上是吗？我真的投资在健身俱乐部。你的健身俱乐部在哪里？你跟我说在哪里啊？你太天真了吧，王耀祖！50万就这样给人家骗去了，还跟我讲投资。想不到跟你做了10多年的夫妻，连孩子都生了，你今天竟然会这样对我！好，人家说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我今天就跟你各自飞。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啊？你不明白是吗？我的divorce，我要离婚。不要啊，老婆，你不要跟我离婚啊！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啊，不要。你爸跟你妈离婚啊 ？So no big deal 啊。老婆，你给我自己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了，我不会再对不起你，老婆。哎，喂，你想干嘛啊？你想干嘛？不要，你不要做傻事，你不要吓我啊！不要啊！放开我！你不要自杀！自杀？阿姐要自杀？阿姐！妈咪，有事情啊？钥匙！我们得放我们钥匙啊！哎呀！我让你先下来！你放开我，让我死好了！阿姐怎么样啊？你二姐想自杀，快来救命啊！怎么办啊？撞人的！放开！都是我爸！佳玉，你怎么那么笨的？比你还严啊！我帮你啦！
什么事？二姐夫有女人。耀祖，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？佳玉对你那么好，竟然就会玩女人，你真是王八蛋啊！是啊，大姐说的对，你是王八蛋呐！是，我知道，我是一个王八蛋，我对不起你，佳玉，我求你，你不要丢下孩子，你不要丢下我这个王八蛋，我还是很爱你的。你爱我就不会跟那个女人做这种事。我觉得你很脏啊，亚松德迪，我要去验血，如果验到我有艾滋病的话，我一定要你死给我看。你放心，我没有跟他那个的。没有啊？你不知道跟他做了好几回啊，你还敢说这种话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一次都没有啊。两个孤男寡女同一个时候在上海同一间房间，你们会不做那种事？是啊，哪个男人不痴心啊？女人送上门来你不要，鬼才相信你啊！真的没有，我可以发誓，我没有跟他做那回事。我才不会相信你那么笨呢，王耀祖！你跟人家骗50万，竟然没有上人家啊！他骗了你50万，这点小便宜他都不给你占。是啊，那你不是很亏本吗？大姐，我是要跟他讲清楚啊！到这个时候就不要遮遮掩掩啦，只是包不住火的。如果你要跟那个女人上床的话，你要承认，那佳玉可以去检查身体，去验血，要不然惹上一身病，那就麻烦啦。对啊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不要再讲那些屁话了。我也是男人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啊？我真的没有啊！佳玉，你要相信我。是，他是想给，但是我想到你，我做不出啊。什么？我觉得我对不起你，就什么都没有做。You think I'm stupid or what？王耀祖，你真的当我是白痴了？什么都没有做。我只是。这是什么姿势？只是闻了他那小手。闻了小手也要打？50万只闻小手，你真的笨啊！我警告你，从今天开始你不许碰我，不许拉我，拉到我们走。妈咪。这么说，佳玉不会跟我离婚喽？哎呀！先吃吗？是啊，叫他在这里吃又不要。哎，刚才你们在楼上发生什么事儿？我怎么听到乒乒乓乓的声音呀？刚才啊，楼上。妈的，没什么事的。哦，是啦，那在楼上玩。阿嬷，是我在玩跳绳。跳绳跳的每一个眼睛红红啊！发生什么事儿？妈的，真的没事的。不要再为屋子的事儿烦了，没地方住就回来住。你们又不是7老80的，还可以从头再来吗？是啊，以后会重新做人，从头开始。佳玉啊，瑶主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好啊。只要一家人同甘共苦，即使不是家财万贯，也会开心啊。哎呀，妈的，我们真的没事，你不用为我们担心哈。那就好。你们到底说完了没有？我真的快饿死了。妈咪，我们很久没有去吃德比亚基了，现在去吃好吗？明天我就要考试了，吃了德比亚基我就有力气考试了。你就会想吃啊，不吃会死。不吃当然会死啦。Daddy， 我们去吃吧，去吧。好，我们快去吧。Yes。去什么去？大家都不用去，回去吃快熟面。我们的官司打输了，噩梦已经变事实了。以后大家锁紧腰带过日子，什么的班牙、鸡啊、鸡啊、鸭啊、肉啊都没有得吃，只有吃青菜豆腐而已。哎呀，妈咪，你不要那么紧张了。上次你给我们10块钱，我们也可以买那么多东西啊。儿子啊，生活不只是吃3餐那么简单的，你知道吗？你1个月的补习费就要3000块了。那就不要补习喽。那你手上这个手表都要500块了。那就不要戴喽。你整身这个打扮都要300、400块的。那就不要穿喽。好，那全部给脱下来。不要 ！Idiot！ 妈咪，他要骂我 idiot。够了啦，那你不用骂你弟弟，你自己也是一样的。你每个月买
买 CD 啊，都要买好几张的，一张就要20多块了。那从今天开始，你最多一个月只能够买1张。哈，那我会死的嘞。死？好啊，好啊。如果大家不改变生活习惯的话，大家抱着一块死 ，OK？ 其实生活是可以做出调整的，就好像有些廉价航空公司的机师一样，他们除了驾驶飞机之外，飞机飞到目的地，他们还是要脱下机长的制服去打扫飞机舱的。听，二舅妈就说得对了哈，我们的好日子不会永远跟着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大家要醒醒 ，wake up， 不要把自己当成是圣诞老人一样，有钱就四处分出去。听到没有啊？听到了。听到了，我以后会努力奋斗的。努力奋斗你的头啊！有本事现在就去把那50万拿回来，至少有50万，我们还可以买个房子住。对了，雅喜啊，你记得上次我拜托你找工作的事有没有消息啊？哦，你放心，我什么工作都可以做的。最近电视台好像要开拍部新的电视剧，他们请了一个海外明星来当主角，好像下个星期就会到了。他们正为他找一个临时助理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那个大明星是谁啊？林飞。Who's that？ 林飞是不是那个过气的明星啊？所以才来拍电视剧啊。哇 ，OK， 没有问题，我什么工作都可以的，人总是要面对现实的嘛，哈。那拜托你了。雅西啊，嘉怡说的对，麻烦你帮我留意一下，看什么工作适合我的，我什么也可以做的。好啊。谢谢你啊。走了，来，兰兰走了，大家走了，兰兰走了，拜托你了。我们走了，拜托你了啊，拜拜。佳玉好像在生妖主的气啊，官司打输了，怎么能怪在妖主身上呢？大妈，我看你就不要管二姐的家务事了，管我的家务事比较要紧。你有什么家务事？下个星期3我就要跟阿娇结婚啦。他的家人有答应吗？阿娇自己会跟他妈妈说，反正他哥哥在这里，那我们就简简单单请几个朋友来这边吃个蛋糕，仪式都免了。那有没有穿婚纱礼服啊？不用穿什么婚纱礼服嘛，只是个形式，我觉得挺无聊的。你觉得无聊？阿娇未必这样想啊。结婚是2个人的事，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。你有没有跟阿娇商量过啊？有啊，我是有跟他商量啊，不过他是没有问题的啦，反正他什么都听我的。不，我一定要穿婚纱。我不想我们的婚礼像儿戏一样啊。人生本来就像是一出戏，你不觉得结婚只是在做戏给人家看而已吗？最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怎么想，而是我们2个到底开不开心。是啊，最重要就是我们开心。可是这样草草结婚，我很不开心啊。我是离过婚的，可是我不是随便的女人。那时候你跟你家人说我有了，我还可以说你是用心良苦。可是现在，你什么都不跟我商量，什么都自己做决定，你当我是什么啊？你生气啦？老婆，你看看我啊。掀起了你的盖头来，让我来看看你的脸。不要唱了啦！你的脸啊，红又圆啊，好像那苹果咸又盐。啊，你看，我老婆笑起来多美啊！你不要跟我嬉皮笑脸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可以接受不摆酒请客，但是连婚纱也不穿，那也像结婚吗？人家会怎么看我？那就穿婚纱吧。至少也得请我同事吃饭。那就请吧。要回去给我妈敬茶。那就敬啊。结婚当天要给我哥敬茶。敬都敬。我的要求会不会太过分啊？不会，你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。怎么了？没有显示号码，我怕的是那个不出声的人。这几天我都接到这种电话哎。Hello。你是谁啊？我是文杰啊，你是家福吗？啊，对啊，我是啊。你等一下啊。你哥哥。喂，狗啊，你身体怎么样啊？那就好。
是咯，他说想早点结婚，我也拿他没有办法。哦，好，我会跟他说的。拜拜。是不是我三姐跟你哥说我们两个要结婚的啊？是啊，我哥说你是不是应该跟你亲生母亲交代一下？一定是我三姐叫你哥来找你，然后让你来向我施压。你为什么不想让你亲生母亲知道啊？何必呢？我跟他一点感情都没有。可是毕竟是你亲生母亲啊。那又怎么样？哎呀，结一个婚而已嘛，干嘛搞到这么麻烦呢？反正我们只是去给他敬一杯茶，将来逢年过节我们再去看看他，这样也算尽了心啊。不用，做人何必这么虚伪？我生来又不是要去取悦全世界的人，我走了。喂，你生气了？不要生气了，不去就不去喽。哎，午餐时间要到了，我今天又做半天，那你去副考等我，我请你吃饭啊。好。再也看不到阿娇了。来呀，来呀！哎呀，你要死啊！吓死人了，打死人了！神经病啊！嘿！真的是杯弓蛇影啊！静柔，喂，你干什么啊你？你干什么啊你？哎呀，你神经病啊你！哎呀，错，大吉利是呀！阿弟，那个人呢？那个神经病啊，跑掉喽！啊！模糊了视线，麻木却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。无所谓的脸，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解不回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，相拥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言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手着绑那些的视而不见。